你咋不等做好饭就跑出来了？来歇会儿，吃点东西。好，马上就来。不，鸡蛋红薯啊！唉，咱这菜种的晚了，现在地已经不是咱家的了，也不知道拆大棚之前，咱这菜还能不能再卖上一茬。书记不说了吗？先建厂房，后盖那个污水厂。那拆之前肯定会提前通知咱们的。我觉得这菜肯定能卖出一批的。嗯。回去了啊？是啊。这万书记啊，对你们这事儿挺操心的，啊。村委会呢，有经过重新开会研究，啊，决定了给你们每家再多补上2万块钱。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，啊。这下总该满意了吧？看看这个协议没什么问题，就赶紧签字。庆来家咋没来？他们家情况比较复杂，跟你们不是一回事儿，啊，还牵扯到和集团那边的一些费用，都已经办完了。那他家是不是补的更多啊？他家1分钱都没补，而且我还跟你们说。庆来预付给你们的那个土地租金，你们也不用退了啊。村里头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你们要是再不满意，还不签字，那这事儿我可就不管了。别，主任，谢谢您啊，给您添麻烦了，要不就这样吧。这合同都是1式2份啊，都签上字。回头那个，我让会计把钱给你们送家去。主任，我们先走了啊。走了，走吧。我说别2万都给了，还差着补呢。哎，拿一份棺材。哎，郭才，啥事儿啊，主任？你回来，你这写的啥呀？啥意思啊你？能有啥意思？就协议上的意思，我不同意。你成心捣乱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你们背地里偷偷把庆来他们家地这事儿啊给办了，这里边肯定有鬼。有什么鬼呀？有鬼？那时候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庆来家情况和你们情况不一样吗？村里头都是按政策办事儿，你不信你可以到县里头去查查规定去。我不去，我就让村里给我办。庆来家地补多少，我家地就得补多少。不是我说你是在这耍无赖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这不是给你讲道理呢吗？讲什么道理？你这就是耍无赖呢！你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这样，这事儿我还真管不了了。我告诉你，爱管不管？我还真就不管了，你爱找谁找谁去。什么玩意儿？媳妇儿你辛苦啊，我继续去弄去。啊。庆来，庆来，哎，你咋来了，老崔？我听说村里要收你们家地啊。啊，对，村里要在我们这个地方盖一个那个污水处理厂。那咱说好的有机蔬菜供应还算不算数了？算啊，我还要种啊。你地都被收了，你还怎么种啊？你别着急，村里要征我们家地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但是村里给我们补偿了，
我们也正打算再重新找块地方接着种。大妹子，那我得等到猴年马月去啊！我跟人家城里超市都签好合同了，人家也把有机专柜准备好了。这按道理说，你们家这些菜再过几天就该上市了。你说我这算得好好的，你们怎么弄这么一出啊？过几天这一茬没问题啊，村里不会这么快扒我们家的地的。那你后边的菜呢？那后边呢，可能就要等几个月了。庆来，你拿我开心的吧？不，这有啥嘛？你有我们的菜，你就先卖着呗，没有你就卖别的。之前那个没开专柜的时候还不卖菜呢，超市啊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幸福啊，我看你是个明白人，你说咱这事咋办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您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弥补一下？我是真没办法了，我跟人家城里超市那是有合同、有违约责任的，那就跟咱们签的合同里写是一样的，因为其中一方给对方造成了损失，那要照价全赔的。你按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要向人城里这几家超市赔6万多的违约责任的。你们要不信呐，过2天我把那个合同文件带来啊，省得跟我骗你们似的。不是你这个咋能怪我？我们也不想这样呀。哎，那你让我找谁去啊？行了，咱啥也别说。不是你都按合同办事儿。这个跟我们咱就按合同办事儿，按合同办事儿。啊，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？反正这钱我不管，哎，你们出。你别着急呀你，老蔡，啊，不是这怎么弄呢？他凭啥找我们要钱呢？合同里是有写，是我这疏忽了。那咋办啊？6万块钱，这好不容易才把这个7万块钱要回来，这6万块钱又没了。你别着急，我记得裁量叔那次说，征地的损失只要说清楚，征地方都是要赔偿的。这事儿比票据的事儿要好说。再加上有超市和老蔡作证，回去我就找他们说清楚去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啊？咋了？没事，闪了一下好像。闪了一下。啊？要不要紧啊？啊？没事，缓缓就行。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不用。啊？你给我。要不然我先把你送过去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大年根最后一天了，咋又闪着了？哎呀，妈，没大事儿，我躺会儿就行。我觉得趁着年末把该出的事儿都出了，明早大年初一，一切就都新气象了。这孩子心真大。慢点。哎，你真没事吗？真没事儿。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，省得夜长梦多不人找他们。哎，你要不要等我缓一缓，咱俩一块儿去啊？差不多，都跑了那么多趟了，我心里也明白。就像你说的，今年的事儿咱不留到明年，你好好躺着啊。让他去吧，碰着事儿让他也练练，别跟他爸似的，在外头啥事儿扛不住，就知道窝里横。原来采石场的这一块施工比较方便，大型机器容易进场，有1个月的时间，基础设施基本能够完成。过完15就可以动工了。好，等这边差不多了，咱们再开始盖污水厂。我觉得目前刘工这个计划啊挺好的，你们说呢？是，挺好。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书记，找你那个有点事儿。赶紧说。还是那个补偿的事儿。今天那个老蔡来找我，他说他和那个城里的超市还有一个补充协议。谁是老蔡？就是买我们菜那个老蔡，他也姓蔡，所以我们就叫他老蔡。真行，我这开会呢，这是。你去找谁？找专家，跟专家说啊。好，那我先去啊，叔。去吧。我怎么没听明白啊？你刚才说这是什么钱？这超市罚老蔡的钱，老蔡说这个钱得我们出，但我觉得这个钱是因为村里要占我们的地，他出的这个问题。行，我听明白了啊。
意思就是，但凡是跟你家这块地沾点关系的，你都得找我来要钱，是吧？不是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是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前面那7万块钱就不该给你，怎么了？刚骗到手7万，翻过头来又要6万，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？那7万块钱怎么能说是骗呢？不是骗的是什么呀？你票据呢？那是我爸跟王书记说好的呀。对，你说的可太对了。你们家不就这点能耐吗？知道我爹念旧，你们就装可怜。但是庆来，我跟你说啊，做人得厚道，差不多得了。不是，这个钱跟那个钱它不一样，这个钱是能说清楚的呀。嗯，行啊，来，那你跟我好好说清楚一点。之前我们跟那个超市他签过合同。嗯。说，你又来干什么？这不年三十了吗？我看您还为村里人操劳，这是心里不落忍。这不又给您送枣来了？那你要拿你这个枣跟我换点什么呀？这不还是那个征地补偿款的事儿吗？补偿款不是给你们每家都补了2万了吗？是，是，可是那比庆来他们家还差得远呢。就你的地也敢跟人庆来家比？人家种的那要是海绵田，你那就是柏油路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家地按庆来家的算呗？不是，叔，那我哪能那么不懂事儿啊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是想着，村里既然多给补了2万，那就能再多给补个4万或者5万呗。你还真敢想啊！那行，你定，你说了算，你坐这儿。我说了不算，当然您说了算，您坐。给你补那些钱，你也拿钱干嘛呀？说，我这身体不好，平时挣的也少，您那侄媳妇儿啊，带着俩孩子，平时怪可怜的。我想着这不赶上这事儿了吗？能多拿点，我这也能改善改善。你改善个屁呀你！我还不知道你有俩钱不是喝酒就是打牌。我都替你媳妇儿不值，嫁给你这么个东西，还大概他们跟我说事儿。我还告诉你，马上我就跟财良说，拿到的钱你1分钱都不想得到，我全交给你媳妇儿。不是，叔，你咋说还生气了呢？就算补不了4万5万的，那再补个2万3万的呗。就算比不上庆来他们家，那比春贤跟福生他们多点，我心里也舒坦呀。你舒坦不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种人就不能有钱啊！越有钱变坏就越快。叔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不就想多要俩钱吗？是，那您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那看在当年我爹跟您开山采石头的份儿上，那要不我叫我爹来，庆来不就是把他爹叫来了，求你就批了，总得一碗水端平吧。反正我爹身体也不好，我娘更别提了，我这身体也不行。那要不年30晚上就跟您家吃饺子？今天，呀，真是个臭无赖哈！王八蛋！我今天就替你爹教训教训你，老万家怎么他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？哎，说不要脸，说给我滚！不是说不滚，君子动不动手，说那句滚！别说，别拿了，别拿，明儿我给你拜年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喂，王书记。大梁，吴水长征地的事儿，管他又来找我来了。哎呀，王书记，你这侄子太难缠了，那别人都同意了，就他不签字。我知道，我刚把他撵出去了。你这么着，你现在那个拿上协议，带上会计上他们家去，他不签让他爹签。我就不行，治不了他了。拿到的钱啊，1分钱都不要给他，全都交给他媳妇儿。出事找我。行，我明白了。
进来。这他妈是什么日子？这是。叔啊，今天是你有什么事儿？啊，叔啊，还是刚才跟你说那个事儿，就是那个菜地补偿的事情。哦，这事不是让你找传家了吗？我找那个传家哥了，传家哥说，协议已经签了，这个钱账两清，他就那个一概不管了。是啊，协议是你们看清楚才签的，不看清楚也不会签呢。再说你爸找我的事儿我也给办了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但是这个6万块钱是这个签完协议以后才出的事情。6万块钱？啊，哪儿又冒出6万块钱来呀？协议都签了，还省事儿？那你要是要8万，我也得给你呗。一个个的太贪得无厌了，啊！为了你们的事情，我还专门跟集团公司和村委会打过招呼，要照顾你们，给你们的都是按最高的补偿标准。这胃口还越养越刁了，为点钱脸都不要了。小的来碗老的来，老的来碗小的来，一个个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不是叔啊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这我爹又没惹你。再说这个人家找我们要钱啊。谁找你找谁去？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照顾你爹是因为我看他年龄大了份上，你一个人起哄，滚出去！不是叔，你咋这么不讲理呢？你让我找传家哥去，传家哥不管，让我找你，你又撵我走，你俩这推来推去，你这不是耍人的吗？放屁！我一天到晚这么多事情，我有功夫耍你？小兔崽子，滚！我就不，你今天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不走。你滚不滚？我滚！哎，顺福，你不是腰闪着了吗？没啥事，你回去歇着去啊。啊，我贴了膏药，已经好多了。哎，帮着补补花生吧。爸妈，咋这么急呀？出事了！咋了？我哥让万书记给踢坏了。啊？人呢？人在哪儿呢？这从卫生院呢。哎呦，哎呦！他就踢了我一脚。啊，没事吧？他跑到我这儿来胡搅蛮缠，让他走他不走，我就踹了他一脚。一个小辈儿，敢跟我大呼小叫的，我还不能教训教训他？那你有话不能好好跟他说吗？你踢他干啥呀？你知道他现在躺在医院里面，疼得嗷嗷叫。你们万家庄的领导就这么教育人的吗？你说对了，我万家庄就是这么教育人的。棍棒底下出孝子，孩子不听话就得打。你还别说，庆来传家他们这辈了。你问王有德，我们俩谁没挨过打？要不你问问你老公爹，他要说啊，庆来我打不得，那我就去你们家，给你们家庆来磕头赔罪。
喂，啊？青来，青来，受得了吗你啊？大夫，你快来看看，大夫，受不了，尿不出来了咋办呢？来，我看一下，来，大夫，再这样下就会憋坏的。他的药再多开一个剂量。嫂子，这么严重呢？他这咋了？要憋的。从片子看呢，问题还不太严重。这还不严重呀？他那个尿都憋成那样了。院长，我们打了2针止疼药都没有用，你还是得想想办法。如果单纯是憋尿的话，把尿导出来也就没事了。求你了，赵院长，这么等不把孩子憋坏了呀？问题是啊，他被踹了一脚，这我们医生就不敢下手了，怕造成2次伤害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只是个村卫生所，医生经验不足，设备不全。这小病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一复杂，这真就没把握了。那您的意思是要转大医院呗？是这样啊，我觉得呢，再观察观察啊，也许还有缓解呢。你们转大医院，这费用就上去了，这都得你们自己出啊。那我们自己出就自己出啊，也不能让他这样一直干等着呀。院长，您联系一下，我们转院。妈，青来咋样了？啊？没事儿，已经尿出来了。医生说问题不大，就是在住院观察几天。你爸呢？医生说晚上留个人，怕病人不方便，爸就留下了。看这都啥事儿啊？是啊，您说话就说话吧，咋还踢人呢？而且我下午去找万书记的时候，他还理直气壮的，就好像替人是对的似的。你说咋能这样呢？先吃饭吧。哦，我把菜拿过来，还有个菜呢。妈，我去。晚上这饭呢？你咋把药还带回来了？你今天在医院跑1天，你有点感冒了。哎呦，你看看，给我，你多穿点啊你。哎，你看看，小心着点啊，乖乖呀。喝了，喝完晚上早点睡觉啊。哎呦，折腾了1天了，真是一件顺心的事儿都没有。哼。哎，他们的饭咋办啊？我已经给他们买过了。哎呦，那就好。妈，你这是咋了？大过年的，老大老大在医院里躺着，老二在城里值班，就剩咱们娘仨吃年夜饭了。我想起来过去好多事儿，我心里难受。妈，你别哭了。幸福，我有你这么大嫁过来的时候，庆来他爸比庆来还小点儿。我那老公公跟庆来他爸一样，还不如庆来他爸有用，胆子更小。我们小户人家就这么过日子，庆来为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你看他说个话还结结巴巴的，都是小的时候让那些孩子欺负的。你说孩子打架啊，拌个嘴啊，动个手的，那都不知道对错。可每回都是我领着亲来到人家家里去赔不是去。我寻思着，你看青来，他不愿意跟人打交道，
上厂里上个班吧，他也不愿意去。就是那会儿给那些孩子欺负的。哎，他爸到现在也不承认这一点儿。后来有了庆志和秀玉，我就加倍小心了，我就护着他们，就不让他们欺负。他俩长大了还没啥毛病，就苦了庆来了。怪不得庆来胆子小，害怕和别人打交道。我心里就是过不去那个坎儿。庆来打小就挨别的孩子的打，这都成了家了，快当爸的人了，咋还挨人家的打呢？这是啥命啊？这是！妈，您放心，庆来这事儿我一定找他们说个清楚，讲个明白。嫂子，这咱家遇到这事儿，大哥受伤了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那这还不是因为地的事儿闹的吗？你们是不知道，最近集团的人在背后说三道四、风言风语的人可多了，说咱们家得了一笔钱，就跟占了人多大便宜似的，在背后指指戳戳的。再加上嫂子，你找传家哥吵了2回，现在集团里的人见着我都躲着我走。再这样下去，我在集团也不好待了，而且要为这事儿得罪了村里跟老书记，对咱家有啥好的呀？算了吧。啥就算了吧？那可是你大哥呀，秀月。你没看妈都为他伤心成啥样了吗？嫂子，我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。你刚来，你不了解万家庄，你别以为书记上次贴个告示就有什么了不起的。那万家庄这么多年了，他也有万家庄的规矩。那书记平常在集团里面也是伸手就打，抬脚就踹的，这大家也都知道。而且大哥这事儿，他肯定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也知道，大哥他嘴笨，他指不定哪句话惹急了书记，书记踹了他一脚，这不杆寸提到要害上了吗？那我想书记现在肯定后悔了。秀月，爸妈岁数大了，这么怕事儿，我能理解。你这年纪轻轻的，咋也这么想呢？伸手就打，抬脚就踹，这是对的吗？你不替你哥着想，反倒找一大堆理由来劝我息事宁人。我从小在这儿长大，我比你更了解万家庄。那万家庄就这样，别人能过，咱有啥不能过的呢？而且万家庄它是10里8乡公认生活最好的地方了。咱往好的地方想想，今天县里的大夫也说了，那大哥这伤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，养几天就没事了。咱这事就别再追究了。这万书记肯定会在补偿款上面的事情退步的。我咋听不懂你在说啥呀？你是不是就是怕我找他们说你哥的事儿，影响你工作？你怎么脑子就转不过弯呢？这不只是影响我工作，还影响咱们的生活呀！你不信问问妈，看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？要不然等爸明天回来，你看看他怎么说。你哥被书记打了，可你这说话怎么跟书记一模一样呢？妈，您觉得该怎么办？幸福不是我向着秀玉，妈难过归难过，我觉得秀玉说的也在理。你看这么多年就这么凑合过来，也就算挺好的。谁生来了不受点委屈啊？你不给这个欺负就给那个欺负，能忍就过去了，是吧？我知道你性子倔强，认死理儿，过不了那不明不白的日子。妈羡慕你。可我做不了你，要不，庆来是你男人，你想咋做，你自己拿主意。嗯。您光好，哎，一少喝点酒啊。你光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8块，你们多拿一点吧。哎，大山呐，来，哎，买东西去了啊？啊，李叔，你那个宅基地的事儿，我跟村里已经说了啊。谢谢李叔，主任已经跟我说过了，告诉你了啊。那就好。往后有事说事儿，别动不动就舞刀弄枪的。你真弄出人命了，你得去蹲监狱的。你说你要真进去了，你老娘老大
孩子咋办？啊？行，听您的，好好做生意啊！您慢走啊。差不多了啊。老李回来了啊！李公安。啊，是我。你是？我是万家庄王庆来家的媳妇儿，我叫幸福。哦，你就是老王家新过门的媳妇儿啊？哎呀，你们办婚礼那天我上县里开会没赶上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有事儿，他们说我们村的事儿都归您管。行，我把自行车停下，上办公室说吧。嗯。我听说了，你这刚过门，闹出不少故事啊！啊？哎，啥事啊？李叔，我家庆来让万书记给踢了，人给踢坏了，现在都下不来床。您说这事儿咋办吧？万书记踢人了，踢哪儿了？踢裆了，肿的都尿不了尿，人现在在医院躺着呢。他为啥踢人呢？就因为要建厂房争我家地的事儿，我家损失大嘛，对赔偿款有点意见，庆来就找他说去了，结果就被他给踢了。这个万善堂啊，就是个臭脾气。臭脾气就完了，就不负责任了？幸福啊，万书记踢人肯定不对，啊，你先回去，回头我找他了解一下情况，我一定让他给你个说法，行不行？那您说准了，一定得去，让他给我个说法，不然这事儿我跟他没完。其实呢，万书记这个人啊，我还是了解的，他不是个坏人，啊，但是人一有了本事，脾气就大。那话又说回来了，他如果没脾气，他哪有本事带着你们万家庄走到今天呢？你说是吧？您咋也这么说呢？他有功劳咋了？有功劳就能踢人了？有功劳踢人就合理了？行了，我也不跟你说闲话了啊！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把情况了解清楚，然后给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好吧？行，那我可等您信儿啊！哎，你先回去吧。嗯。喂，姐，怎么了？你咋样？钱还够花吗？姐，你放心吧，我现在已经转成实习律师了，就是可以接案子、挣钱那种。哎，姐，你最近怎么样？肚子是不是又变大了？哎，你可注意点啊，千万别又瞎跑。姐身子皮实，就劳碌命，这不一会儿还要去医院看你姐夫呢吗？我姐夫咋了？没事吧？他就头2天受了点小伤，医生说问题不大，能治好。你工作别着急啊，慢慢来，会越来越好的。啊，你有什么困难别瞒着姐，不然姐会担心的。新年好，新年好！哎，新年好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哎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李官，前来家里坐啊！哎，哪天上你们家去啊？过年好，过年好！喝不喝点？大白天就喝，毛病了那就是。来，吃一大口啊！哎呦，有人敲门，谁呀？饭点来串门？我去开门去。吃来了。哎呦，
哎，李叔，你姑姑在家吗？在呢，我们正吃饭呢。哎呦，吃饭呢！来，李叔，我给你吹吹。坐。不卫生，你们吹。老哥哥，我来给你拜年了。李叔，李爷爷来了，李爷爷来了。爷爷，哎，你好啊！来，我吃过了。刚才路过老马家羊汤，哎呀，就想那一口啊。行了，那你们吃你们的，我们俩这边坐会儿。来，到这边来。你们吃吧。给泡2杯茶。哎，好，喝什么茶？当然红茶了，快泡上。哎呦，兄弟，你一说这个羊汤啊，把我这馋虫都勾起来了，不敢去了呀。啊，我一到他们家呀，这老马就跟我说，让我给他这闺女啊，在万家庄找婆家，喝羊汤又不收钱，你看不敢去了。大有大的难处啊。哎，下回我给你打包一份回来。那就太好了，你还顺便能看看我。我说你这现在，好，当然，你这也算是大老板了，吃的挺简单啊。这你还真说的，穷的时候吧总发狠，说呀有了钱就天天吃红烧肉，还得吃肥的。这样到这功夫了吧，还就想吃口清淡。清淡好。你呀，行了，也无事不登三宝殿。说吧啊。哎呀，我有日子没来你们村里了。那是，你没机会啊！我早都跟村民们说啊，万家庄的事儿，万家庄自己解决，不给社会添麻烦，也不给政府添乱。那你也来了呀？你们村王庆来那事儿，他们家找你了？人家家儿媳妇招了。山堂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说你一个干部，领导那么大个集团，你怎么还跟这个村民一般见识呢？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呀？你踢人家干啥呀？多大的个事儿啊！啊，你小的时候没被老人踢过？我没少挨踢，还是的，但是得有个轻重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来的时候我去县医院看他病历了，你那脚踢的可不轻啊！你人家要是真较起真儿来，说不准你就得换个地方跟我说话了。吓唬我？行，来，你现在就把我拘走了。你们举这，你讲，你是党员，你是干部，我还是他叔呢，啊！我当老子的教育孩子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咋的呀？人家小媳妇儿现在找到我了，啊，那你就得说个1、2、3了。那你说咋的？这事儿怎么办？真的假的？有那么严重？你呀，你说你都啥岁数了，这还没个轻没个重呢？不是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最近特别的闹心，啊，我这个征地贷款的事儿，啊，还签好多的合同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哎，偏偏这个时候就几个村民跟他捣乱，就为这点征地款的事儿，啊，那天啊也是事儿赶上了，前面是灌财，紧接着就是庆来，你说多老实一个孩子呀，也跟着起哄，钱倒是没多少，他气人呢。我为了谁呀？我还不是为了万家庄能发展得更好，万家庄好了，大家都受益，我也为他们年轻人这打基础呢，怎么就这么没有觉悟呢？拨1000到1万，你踢人就是不对，啊！人家小媳妇儿上我那报案了，那这就算治安事件了，牵扯到你万善堂，你就得给个态度。你这样跑王老王家，跑老万家，两头跑和稀泥是吧？和稀泥，我这叫平息民间矛盾，营造和谐社会。行，咱俩这关系我都听你的，行吧？那这事我说了算？你说算。治安罚款1000元，外加全部医疗费。行。
有人在家吗？哎，呀，李公安来了！哎，嫂子，快快，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李叔，进屋说吧。啊，不了，2句话的事儿。我刚才去找你们万书记了，万书记态度挺好，也挺爽快。幸福啊，你找我是做调解处理，我就不给你们正式立案了啊。单堂呢，也愿意接受治安处罚，他答应赔庆来1000块钱，医疗费也由他出。回头啊，你们俩到他那儿去一趟，这2方啊见了面，把事情说开了就完了。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行，挺好。哎，这有德和庆来呢？有德下地去了，庆来这不说还养2天再歇歇。啊，那行啊，等回头你把事儿跟他们说一下啊。哎，我所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好嘞，叔。你忙，慢点啊。好。师兄，怎么样，找着案子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一个新人刚刚毕业，初来乍到的，还兼职主任助理，每天帮他忙前忙后的，怎么可能有时间找案子？那你说，这事儿都是我干的，到时候提成他是不是也不会分给我呀？要他分钱，还不如要他的命呢。来，我先给你弄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那你说，我这刚一毕业，两眼一摸黑，上哪儿去找自己的案子呀？别急，谁都要过这一关的呀。你能不能抽出空来呀？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办案子呗？我的提成按照你的工作量，我分一部分给你。谢谢师兄，但是心意领了，不能这样，毕竟我还是得找自己的案子。另一个要是被韩主任知道了，指不定有什么是非。有志气，没事。这个找案源啊，就像投3分球一样不容易，但只要投上了，那就是3分，没准哪天就砸你头上了呢。小何，这上班时间你在这聊大天儿？我没有，主任，我是在请教关律师一些法律问题。我是你师傅，你请教小关，你是看不起我这当师傅的是吧？不是，我就是顺便。有个当事人过来点。师兄，我走了。一会儿我放你桌上啊。谢谢师兄。没事。你找我？您就是韩律师啊？嗯。俺就是找你来的。不，你有预约吗？哎，咋预约？俺打听着就来了。哦，慕名而来。好，中午你坐。哎，老人家，您是打算办什么案子啊？离婚。离婚？你这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还离婚？你就凑合着过吧。不是俺哎，是俺闺女。那你闺女怎么没来啊？我闺女呀，不是这样啊，老人家，我们呢是律师啊，不是兽医，没法包治百病啊。而且我们这业务是有分工的，像我这种级别的啊，一般只办非诉案件，像比如说什么知识产权受理啊，什么法律顾问啊，合同审查呀。像你说这个离婚这案子啊，我很多年没办了。这样吧啊，下次让你闺女自己来，啊，在前台会给她安排个律师。啊，这样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小何，送一下啊。哟，韩律师，哎，咋这就走了呢？俺还没说完呢。奶奶，这是干啥呀？奶奶，你别着急，你先不着急成吗？啊，半句话都没说完呢，他就走了，这瞧不起人呢。不是奶奶，你说还找他干啥呀？韩律师真的有事儿，真的有事儿，他真的有事儿。您先歇一会儿，您在这坐一下，我给您倒杯水。您别着急，好吧？里面有2个人等他呢，他真的有事儿。您有什么事儿，您可以跟我先说。您真有事儿啊？对，真的。真有事儿。你说什么？您别着急，说话呀，这是啊。别着急，您先喝口水啊。有什么事儿，您先跟我说说呗。你也是律师啊？
我是韩主任的徒弟，是实习律师。不过您跟我说，我转达给他是一样的。钟啊，那俺就跟你说说。是这么回事儿。俺那闺女啊，她没有福啊。自打嫁给那丁大华以后啊，一天好日子少不少，都没过过呀。当初她没发达的时候，俺闺女跟着她受苦受累，啥都不说。后来她住监狱了，她蹲监狱了，你知道不？俺闺女啊，在家里头给她伺候老的，养着小的，哪走一个男的。现在倒好，她发达了，要把俺闺女扫地出门、净身出户啊，要把那家产呢，全都给她那小狐狸精。你说天底下咋有这样的事儿？她怎么不是个人呢？奶奶，我想先问一下，您说的丁大华是大华集团的董事长？不是他，还有谁？奶奶，您放心，您闺女这件事儿，我们律所一定帮她讨回公道。我现在去帮您找一个熟悉这类案件的律师，您看可以吗？闺女，你让俺咋谢你好啊？没有，奶奶，您别担心，稍等我一下，我现在找他过来。中，别着急啊。师兄，大华集团董事长丁大华的岳母来了，说是有个小三儿，要把原配踢出门，快去看看。你等等。天哪！大华集团现在资产已经过了20亿了，这官司有的打。星云啊，你的3分球机会来了啊！快去。是我们韩主任说这次他不做，咱俩一起做。快点，老太太等着呢。奶奶，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，姓关，叫关涛，最擅长就是打离婚官司了。你好，奶奶。关律师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啊，应该的。来，您坐。您坐，您坐。坐一下。关律师，我看着奶奶可亲了，而且奶奶这次过来，没跟闺女说，就是想咨询一下。您看这个咨询费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啦？按规定呢，是要收的。那就收呗，俺不差这点钱儿。不是钱的事儿，奶奶，主要是我们收了您的钱，就好像这案子您一定得委托给我们似的。可如果到时候您闺女和您意见不一致，就怕您为难。关律师。星云啊，你先别跟所里说，我跟奶奶随便谈谈，就当是聊天了。不收你的钱。这当律师啊，不能只掉在钱眼里。奶奶，您方便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吗？方便方便，今天呢，俺碰上好人了。这就是我的电话号，然后您回去之后沟通一下，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找我。行嘞。闺女啊，俺到了家呀，就跟毛毛他妈说，俺这个案子就交给你跟关律师了。奶奶，我们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维护您闺女的权益的。行，俺的车来了。奶奶您慢点啊。哎，奶奶再见，随时联系。回去吧。跟你聊聊案子的事儿。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没问题了。奶奶说她回去跟闺女说，说完之后，这个案子基本就交给咱俩做了。
他说了能算吗？你刚才没听奶奶说吗？她闺女不是很有主见，什么事都听她的，所以是她来咨询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只要是奶奶认咱俩，她闺女那儿肯定没问题啊。行，挺好的。而现在呢，还有一个问题。什么？老韩。他怎么了？你现在是实习律师，你不能单独做案子的。我没单独啊，我这不是跟着你的吗，师兄？都看他才是你师傅啊。不，他说了，他不做离婚案。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丁大华的岳母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哎，师兄，你当时当实习律师的时候，你怎么办的？根据我的经验呢，有2种办法啊。第一呢，是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，大不了就是他跟你翻脸嘛。但付出的代价是啊，有可能1年之后你不能转正，就跟我当初一样。第2个办法呢，就是心甘情愿的受他的盘剥，好歹熬过这1年。那要按你说的第1种，我坚持的话，这个案子我就能不跟他做了？那你要坚持的话，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啊！我不说了吗？顶多就是不能如期转正嘛。那你当时怎么转正的？我当时有他的把柄，我那个时候运气好，无意当中发现啊，他这边吃着被告，那边给原告通风报信，所以他就不敢把我怎么着。但你现在不一样。群啊，这么说吧，我们到这个律所来呢，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个行业，不是为了来讨好某一个人，所以没必要受制于一个小人。可如果我真的转不了正，是不是代价也有点大了？所以这事儿要靠你自己权衡啊。要不我还是跟他说一声吧。你想啊，这个开锁函无论如何都得找他盖章，那也就是说，咱们怎么着都绕不过他呢。没事，反正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你不用太考虑我，我反正都有案子可以做的。我就是怕，万一让他知道了，那这个案子很有可能就没了。你看，又耍小孩子脾气。你说这所里的实习律师不都得我来带吗？再说了，一个农村小丫头，她能跟你比吗？是不是？你要是再多想，啊，那可就玷污了你我之间纯洁的情感了。哈哈。进来。主任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给您汇报件事儿。哎呦，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？啊！自从你当了这实习律师以后，还没见你对我这么尊重呢。那，主任，您还让我跟您汇报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今天来的那个老太太，她是大华集团董事长丁大华的岳母。丁大华有了新欢，想把原配扫地出门，正在转移财产。他岳母想让他女儿离婚。主任，大华集团现在公开的总资产就有20多个亿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？你年轻人你就得多历练。你说，你看我让你去接触一下当事人，这马上就有提高，对吧？不是，赶紧啊！你把相关资料整理出来，给我放过来，好吧？啊，主任，再怎么说，今天也是我把老太太留下来的，那这个案子，您是不是可以带我跟您一起做？啊，行，我考虑。对，你先把他那个联系方式给我，好吧？那主任这事儿
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？小何，人老人家是慕我韩大律师之名来的，对吧？这刚才你也看见了。你说你作为我的实习律师，我安排你去跟当事人去了解一下情况，这不应该的吗？你怎么还谈上条件了呢？我怎么敢跟您谈条件？我只是说，我这不是也刚入这行吗？找到一个案子也实在是不容易，您就带着我做呗。行，我会考虑的啊。你赶紧先准备材料去。啊，谢谢主任。大华。青来怎么样了？庆来还在卧床休养呢。现在地里的活都是我公公在干。哟，那现在老王家就是你当家了呗？那也不是，我就是跑腿的。其实大主意还是我公公婆婆说了算。太客气了吧？要是你公公婆婆当家，能把我告到派出所去吗？哎，李公安说了，罚我1000块钱赔给你们家。青来的医疗费你们算算，过几天再来取一下，这事儿呢就算了了。你回去呢也跟你们家庆来说一声，多向有德学学，做人厚道一点。钱谁都喜欢，但得靠自己的本事挣，就不能讹人家钱，是吧？更何况讹的是集团公司的钱，是公家的钱啊。万书记，您这话得说清楚，谁讹公家的钱了？有什么不清楚的呀？你们家庆来啊，跑到我办公室无理取闹，胡搅蛮缠，就为这点钱，要不然我能踹他？万书记，那庆来可不是无理取闹。是，集团给我们把钱都给报了，但是种地、搭建大棚、搭进去的时间、劳力，我们都没算进去呢。这些我们都认了。那牵连到经销商，人家损失6万块钱找我们赔偿，我们上哪儿拿那么多钱去啊？这才找集团要的呀。你跟庆来可真是两口子，哎，都会算计。行，不是要算吗？那咱就算算，是吧？7万块钱，7万多块钱没有票据，是吧？我是看着王有德老实，我相信你们家没有发票，甭管集团费多大的劲，给你们报了吧。得寸进尺，这又给我冒出个6万块钱，是经销商跟你们要6万，我就得给6万。啊，经销商要跟你们要60万，也得我出呗。你弄明白了，这不是我万善堂的钱，这是集团的钱，公家的钱啊，是万家庄老百姓的钱，我得为万家庄的村民考虑。是啊，您为万家庄的村民考虑，那我们也是万家庄的村民呀，谁为我们考虑过？那你们这政策说开发票开发票，我们上哪知道要提前开发票的事儿啊？近些年来，中央对3种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视的。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能让咱农民吃亏。你让我们吃亏了，那这地我们就可以不让了。你们吃亏了吗？少给你们报1分钱了吗？这地你说不让就不让了啊？我告诉你，国家有政策，我万善堂有良心，这个项目好不容易给落实下来了，马上就要开工。这个厂子关系到万家庄的未来，万家庄的名声，万家庄老百姓的利益，我看谁敢捣乱？谁敢捣乱？就是跟我万善堂过不去，就是跟温家集团过不去，就是跟万家庄的父老乡亲过不去。老王家不是你做主吗？我告诉你，赶紧回去，谁耽误了保健品厂按时开工，后果自负。拿着钱走吧。万书记，我们不要你的钱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你把事情怎么弄成这样了啊？你干嘛跟万书记顶嘴呢？他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呗。我没想跟他顶嘴，我就是想跟他把道理给讲清楚。咱们是过日子，不是过道理的，用不着清清楚楚的，糊里糊涂过不就完了？你惹他干嘛呀？你这想是，你到底想干啥啊？哎呀，都不是你在这瞎掺和的。他把万书记得罪了，有好处吗？
这不现眼吗？爸，你别生气，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会解决。你能解决？你能解决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吧？你这说这都没用，你说这个，要不是你们爷俩窝囊，能让幸福怀这个孩子跑来跑去的吗？就知道窝里横。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？什么叫窝里横？你干嘛去啊，爸？不理他。我寻思着他找万书记去了。哎，这么多年的交情，兴许万书记给他几分老面子。哎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就是对他们太好了啊！这人啊，就是没良心，白眼狼，人闲生是非，都是吃饱了撑的。万书记啊，你这血压还有点高，接着这段时间呢，你要注意好好休息啊，按时吃药，不要太着急。这情绪不好啊，对身体啊影响特别不好。听见了吧？啊，情绪得好一点儿。你说被个小媳妇儿气成那样，至于的吗？就少说两句吧，啊！你要是什么事儿都行，还用我操这个心吗？上午集团我就不去了，在家歇歇。你把事儿都盯着点。行，那行了，好好休息啊，没事的啊。啊，辛苦您啊。哎，那什么，你把爸照顾好啊。嗯。专家，万书记在家吗？行了，照顾好你爸爸啊，慢点啊。哎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休息呢。万书记，我听说您病了，我给您送点水果。万书记，都是我那儿媳妇不懂事儿，您别跟她计较。哎，这个女人嘛，怀孩子的时候都这样，疯疯癫癫的，再加上青来一病，她一着急，办事就更不靠谱了。你可千万别跟她认真。您的身子骨比他重要，万书记，你看我跟着您前前后后几十年了，你能不能给我这老脸一个面子？赔偿的事儿再考虑考虑。刘德，你应该也碰上了吧？全家刚把医生给送走，大夫说我这血压都过了180了。你们老王家是想把我整死，轮番进攻。哎呀，万书记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千万别这么说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补偿款的事儿啊，补偿款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姓来的媳妇儿讲清楚了，没什么商量的。协议已经签了，就照协议执行。哎呀，万书记，有的说，我爸都把话说那么明白了，哎，您人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我爸身体不好，能不能让我爸好好歇会儿？哎呀，你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有事下次再说吧，回吧回吧。哎呀，休息了。好。来，吃药吧。
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没法过了，这还怎么过日子啊？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别瞎折腾，别瞎折腾，就是不听，非得瞎折腾。现在倒好，地没了，钱没了，庆来被踢了，我这老脸也被丢尽了，关键是把万书记还得罪了，得罪谁不行，你非得罪万书记啊？你也不看看这村叫什么？叫万家庄。再折腾，又折腾，把地要回来，把钱要回来。你说这日子怎么过？喂，星月，最近忙吗？啊，姐有点事儿找你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啊。啊，行。师兄，你看这条是不是有商量的余地？哎，青芝，这上头都有，这书咱得买一本。师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看，这个事情呢，还是有些麻烦，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跟村里头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，在法律上呢，就视为你们已经认同了土地转让。不过好在你们这地面作物呢，作为补偿的一部分，还没有动工拆除，蔬菜呢也没有成熟收割。未来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补偿的一部分。村集体啊，是按照政策征地，你们的诉求呢又是合情合理，在其他条件没有满足之前，对方是不能强制拆除的。哦，那就是说，还有争取回来的机会啊。哎，管涛，你觉得我们打这个官司能赢吗？这个星运知道的，没有哪个官司说我就能100%赢，但是我来打的话呢，有80%的把握。那太好了。嫂子，你来的时候跟爸妈商量了吗？商量了，开始他俩还有点不同意，所以我就说我过来跟你一块儿商量。但听关律师一讲，那咱不是就更没啥顾虑了吗？哎，咱们把这个协议签了，然后我把费用给你。哎，费用先不用着急，都是朋友嘛。但是呢，你们得给我出一份委托协议，否则的话程序上不合法。那我先谢谢了。不用谢。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和幸运先回去上班了。啊，行，我送送你。不用。我们送你。单我已经买过了啊。谢谢啊。你慢点啊。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，啊，你们啊有什么要求随时跟我们说啊，我们24小时开机，对啊，为您服务。行啊，进去了，喝水啊。奶奶，您来了。来了，毛毛他妈呀，这就是俺跟你说的那个好闺女。你好。刚才呀，跟韩律师还打听你来着。阿姨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何幸运，啊，是我的徒弟，大学刚毕业就在我这实习呢，到目前为止呢还没办过一个案子，要是平时啊，一般的离婚案我带他就办了啊，但是您这个案情还是有一点点复杂，而且案值又比较大，啊，当然了，您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咱们可以让年轻人来练练手，那可不行哎。按这案子可不能让人练手啊！行，明白了，您放心。小花啊，那法院刚才打电话了，催着去拿传票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到现在没拿？你赶紧去，人当事人还等着呢。韩主任，您这不是在分析案情吗？
我学习学习总可以吧？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？当事人的利益永远要放在第一位，啊！你赶紧去吧，别人等急了。去啊！奶奶再见。现在这个年轻人，怎么了？没事。长见识了吧？太过分了，简直就是流氓！没事儿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要不然这样，你跟着我一块儿做你姐那案子吧。毕竟是我姐婆家的事儿，还是不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啊？正好你熟悉那儿的情况，我呢，正好也缺一个搭档。蚂蚱腿上也是肉啊，那多少你还能有点收入，不是吗？那我再想想吧。那行，那我先草你一个律师函，如果可以不用起诉就解决问题，那不2000齐眉吗？过去了，别想了啊。谢谢师兄。不打了，说说吧，这个事儿都想怎么办啊？都不说啊？都不说，那就听我说了。我给出个主意啊，要羊的出一半钱，要钱的别要羊，干脆1家1半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呀？对。为了一只羊，你们这几辈子的好邻居打成了仇家，这真要是争个金山银山啊，也值。这为这几个钱值吗？这怎么着？这以后再也不见面了？啊？这就没有一个不就手的时候需要邻居伸手帮忙了？行了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拟个协议，回头你们签个字，我明天再上市场找个经纪给羊估值，啊！行了，都回吧，我这挺忙的。可李公安，这羊明明是我家的，我还得花1半钱买回来，你说我冤不冤？明明是我买的羊，被你用1半钱领走了，我才冤呢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一上午这车轱辘话说的没完没了的，那还想怎么着？好了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回去以后不能再吵了啊，也不能再打了啊。好了，回去吧，回吧。我是你的羊气，什么时候成你的羊？老李，这两人啥事儿啊？还没大事儿。哎呀，为了一只羊，孙茂才家多了一只羊，这张善家说是他家跑。孙茂才非说是他在市场买的，嗨，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那明明就是张善家的嘛。嗨，哎，那个万家庄保健品厂奠基仪式，您还去吗？哎呦，我得去啊，我得去。哎，正好我送你车走。嗯。
我去看看他们现场保卫工作布置怎么样了。好。哎，李官来了。哎啊，我哪儿？你看我。李叔，哎呦，李局来了！哎，李局，正好啊，看看，就那个电机那个机，下边就是你，你旁边是大领导，为人满意吗？是吗？我打你我，别拿你叔打岔啊！怎么着呀，李叔，今天来维稳来啊？要不说你爸现在还踹你，你都多大了没个正形？哎，你爸呢？他跟才良去高速路口迎客人去了。哎呀，万家庄现在可不一样喽。这你爹当年带着10几个人上山采石，还没有这个广场呢。我记着铺这广场的时候啊，你爸那时候是村主任。哎呀，那个时候行了，哎呀，跟我爸一个毛病，一弄就那个时候，你多说说这个时候，咋不爱听啊？这时候，这个是最幸福的时候了，让你们赶上了，多好啊！要啥有啥。哎呀，虽然说是农民，也不用种地。再说了，种地你也不会。那人往高处走，对吧？现在人生活条件好了，谁还去地里刨食吃啊？啊？哎，你不现在也开汽车来了吗？以前就那3轮啊，带个斗那个。3步一熄火，你追个贼，遇到紧急的，你得把摩托车扔了，地下跑。去忙去吧，别跟我贫了。哎，李叔，我问你个正事啊，你看我这个脸肿不肿啊？咋了？肾出毛病了？我昨天陪个客户啊，从陕西那边来的，非要说喝红酒，那我搬了2箱去啊。结果这个怂喝红酒非要兑汽水儿，1瓶红酒兑8瓶汽水，这不胡整吗？2箱12瓶红酒，你算算我喝了多少汽水？喝的我现在我感觉我眼睛都睁不开，我都。这真是胡整，你这个。哎，行，李叔，那我那个不跟你开玩笑了啊！我作为咱们万家庄的这个门面，我还找个地儿赶紧洗把脸去啊！你溜达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喝红酒一定不能兑汽水。真胡整。哎，小赵，哎，来，哎，你在这盯着点啊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那你呢？我去做个回访。啊，有事打电话。好。这边我都摆好了啊。这是没保险，到时候检查一下，过期了。结束了再咱反映。我现在给看啊。领导们来了！领导们来了！来了！有人吗？叔，喝水。哎呀，这事儿怎么没谈拢呢？那善堂不是答应给你们赔款了吗？这怎么又谈崩了？我们也没准备要他的钱，就是觉得这事儿太委屈了。你说他那态度也太欺负人了，就好像替人理所当然似的。哎呀，善堂这个人啊，就是这点毛病不好。他对传家也是，伸手就打，抬腿就踹，不一定就是针对请来的。叔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也知道书记不是故意的，那也不能说这踹一下就是对的吧？那踢人肯定不对。就因为这个事儿谈崩了？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那6万块钱。后来我公公也去找他了，也没个结果。啊，是这样啊。
那我就没啥办法了，这事儿也不归我管呢。所以我们也没麻烦您呀，我已经跟我妹说了，她找了个城里的律师来帮助我们。就律师，这是要打官司啊？这也没办法呀，这不是闹僵了吗？非说协议签了，其他一概不管。6万块钱啊，我们哪赔得起啊？啊，是，别说6万块钱呐，就是600块钱，那也得把有德心疼死。哎呀，不过这打官司毕竟不是好事啊，是不是？这都是乡里乡亲呐。哎，你们俩就没再找万书记再说说？你们都是年轻人啊，晚辈，这你跟他说2句好话，再诉诉苦衷，这没准儿，这问题就解决了，是吧？打什么官司啊？是。其实那个万书记有时呢，他也挺讲理的。你这人可真是欠打呀你！李叔，那要照你这么说，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？那他踢人太有理了，我们也没做错事儿。那律师都说了，那合同里写着呢，承包期内不能随便征人家地。反正我们大棚还没拆呢，那就算是要谈判，他们也是应该来找我们。法律文书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实在不行就听法院的，输了我们也认。行，你们都厉害，我这张老脸不值钱，要不再给我个机会，我去找万书记聊聊，啊，看看能不能把你们这个事儿说和了，怎么样？其实我爹呢也是这个意思，他就是那个面子薄，就让那个传家媳妇说了几句，就不愿意再出头了。你觉得呢，幸福？我觉得凡事都得讲个理，不能欺负人。行了，终于完事儿了，回去啊，把这个刚刚几个领导的讲话整理一下啊，然后做个文件给各部门发一下。好，行。哎，你们几个就别回家吃了啊，去集团吃。好，行了，走吧。那我们走了。万总啊，哟呵，哎呦兄弟，不是你怎么还跑来了？多大个事儿啊？几个年轻的盯着就行了。不是专程为这事儿来的。哎，你忙完了，领导都送走了？送走了，一个也留不下。我说这个大老远跑来站脚助威来了，吃个便饭吧，都不干，说是得廉洁。这就是廉政建设的效果。行了，这快晌午了，你没什么事吧？上我这坐会儿，请不动你啊。你下午要有空，咱哥俩唠唠。太好了，给你沏点好茶。来，走，坐我车。我才不坐你的。哎呀，走吧，你拉倒吧啊！我上你那车，让老百姓看见，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。你跟着我车走。好，走。哎，行，真气派啊！来，兄弟，好久没来了吧？哎呀，随便坐啊。我说老哥，你这变化可不小啊！我打个电话。哎呀，哎，李部长，你把那个给专家和合作方留的东西就给职工们做加餐吧。还有。船家已经带着合作方去镇上吃了，也不用管他了，啊！等到中午的时候啊，你给我送2份饭到办公室来。好，就这样。怎么样，管家？还是红茶？红茶，几十年的老习惯了，给你留着呢。哎，朋友送的啊，顶级的，我一直想拿给你。岁数大了总忘事儿。哎呀，你说这当哥的就是。哎，还记得86年？建石材厂盖那个小2楼，那跟这没法比呀！哎呀，这不也是为了发展吗？这不是企业做大了，现在这有时候来外宾啊谈合作的也多，
得有个样子。盖这个楼的时候啊，我也犹豫了好久。当然啊，一是为了发展，二做点小门面。但是你放心，不管这个楼盖多高啊，你老哥我这人是不会变的，要不咱也走不了这么些年，这没错吧？那肯定是没错啊，你肯定是不能变。可是这人的权利和责任变了，别人看你的眼光也就变了。那我就管不了了。我一天到晚忙这么多事儿，我还管他们怎么说？我既不贪赃枉法，也不行贿受贿，心安理得。哎呀，站你这儿看万家庄，真是又小又矮啊！你小子什么意思？话里有话吧？你放心吧，我都替你考虑好了。你退休啊，你就上我这儿来，给我管保安部。我你的办公室就安在我的旁边。哎，咱哥俩既能天天见面，你能随时看风景，这可以吧？拉倒吧你！哎呀，我还在意你这个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是图这些，一心想往上爬，别的不敢说，我当个县公安局局长没问题吧？啊，那肯定的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哎，俗话说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你说，咱哥俩这差不多都快一辈子了，啊，比亲兄弟还亲。哥哥最佩服的就是你的人品。既然你认我这个兄弟，那我就直话直说了。说。哎，你原本今天呢，算是集团的喜庆日子，我不想败你的兴。可是我刚才去了趟有德家，看了一下庆来。是。哎，不是，这事儿不都说好了吗？怎么又僵住了呢？我哪知道啊？你还来问我？当初那个谁庆来住院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是吧？我也认了，钱我也准备好了。那他不要，这是他的事儿。又怎么不愿意了？非要看着你拿着铐子把我铐走，他就高兴？这是什么话呢？我们警察能说铐人就铐人吗？庆来已经好差不多了，没事儿了，那不就得了吗？那事儿还没给人家解决呢，补偿款还欠人一大截子呢。我天哪！老李，你可真行！不是你到底是要跟我说哪件事闲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咱这治安太好了，啊，你没事干了，现在经济纠纷你都感兴趣了，你多大官啊你？你看你，老万，你这个人呐，你就是个顺毛驴儿。你稍不合你心意，你就撂蹶子踢人。你说你都对我这样了啊，你对庆来他们，那不用问我都能想出来，你对人家得有多横。哎，老李，你这个就叫啊，和稀泥没原则。我怎么没原则？行，你这辈子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，太随和。我是横，可我为什么横？我占理呀。我从来没有得理不让人，更没有蛮横无理欺负过人。我也不是今天才这样的。哎，早年间，我带着10几个人进山采石头，要致富。当时的书记不同意啊，最后证明谁对了？啊，后来我又坚持啊，把一个民营的小作坊，能够打造成一个石料精加工的工厂。先生怕我还不上贷款，也不同意。最后又证明谁对了？我带领着万家庄从一无所有发展到今天，我是怎么走过来的？我就是用我的原则来看着我自己。我一不多事作战，二不欺男骂女，我行得正，走得端。如果都像你那样啊，同情这个，同情那个，是吧？谁见了你啊，抹把鼻涕掉2滴眼泪，你心就软了，觉得谁都可怜。可怜的是么的，自己掏腰包给人家钱，那我还能管好一个集团？你也不想想，你这辈子怎么就进步不了？啊，就你这样，哪个领导敢给你委以重任？就怕你手里有了权力，不讲原则，胡用乱用。咱们就说庆来他们家这事儿吧，
靠着你，甭说6万了，16万你都能出吧？他可怜呢，他可怜，我就得乱失同情心，拿集体的利益做人情吗？我要是不讲原则，万家庄1000多户，4、5千人，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怕是早就成了扶贫对象了吧？还想有一个在县里甚至市里的明星企业，哼，做梦！你说的对啊，我不如你有本事，所以我也进步不了。当年你们进山采石头，连条石子路都没有，我骑着这辆破摩托，没事就来回来去的跑啊，过问呢。其实这事儿也不该我管。你们办加工厂缺贷款，我是城里一趟，县省一趟，啊，拉着你找我的战友，邱爷爷告奶奶，想办法解决问题。哎，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啊？我也是没原则呀。庆来家跟村里补偿款，你说这事儿该我管吗？啊？怎么就轮上我管了？你算老几呀？你管这事儿？你一个小警察，跟你一个大董事长，我在这多嘴多舌的，我这就是没规矩啊，没原则呀。行了，走了。别，老李兄弟，不是，对不起啊，我跟你说，我最近上火的事太多，脑子也乱。再说了，咱俩这不也是话赶话说到这儿来了吗？啊，说到说不到的，你别往心里去，咱俩还是好兄弟，我不冲别的，啊，我就冲你，我答应，这事儿你容我再考虑考虑，这行吧？吃了饭再走啊！喂，幸运，姐，你回去没事吧？我姐夫伤好点没？你姐夫挺好的，都能下地了。哎，你跟关律师研究的咋样了？我们现在正好有点想法，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呢。那你等会儿啊，正好爸妈都在呢，我开免提，大家一块儿商量商量。爸妈，哎，关律师他们来电话了，咱都听听。啊，好了，你说吧。哎喂，您好，我是关涛。是这样，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案子，觉得呢，现在到法院起诉啊，还是有些划不来。一旦起诉的话啊，司法程序呢会很复杂，而且耗时较长。本身呢，这个案子涉案的金额就不大，而且双方呢都各自有各自的理由，咱们也没法保证说6万块钱的主张，法院呢会全额的支持咱们。那咋办呀？目前是觉得以发律师函的形式去跟对方协商比较合适，因为这样的话，至少可以跟对方不会在法庭上形成剑拔弩张、彼此对抗的局势，而且成本也是最低的。什么叫律师函？律师函呢，就是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给对方写一封信，催促对方啊尽快的履行支付赔偿款的法律义务。不，你们写封信就管用啊？我们呢会把这个道理啊，在这封信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这样呢也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。
就看看对方能不能权衡利弊的理性的思考，这样也有助于我们把这件事情呢和平的解决。咱们先看看对方什么样的反应，然后再决定后续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行动。爸妈，我觉得可以，你们看呢？是不是就说咱就不用跟村里说了，也不用再找万书记了？对呀，就交给关律师他们。我寻思着这样好哎，要再去找他们多别扭啊。是啊，我这老脸都给丢尽了，我这都。那咱就把这事儿交给关律师他们了。那关律师就麻烦你了。没事儿，就这样，再见。再见。幸福啊，上次你回来说请律师的事儿，我正担心这事儿。你说真的要跟村上打上官司了，以后怎么见万书记呢？要是不打官司吧，咱这钱又要不回来，我正愁这事儿呢。哎呦，你在愁呢？你愁的在晚上老了炕上烙饼，弄得我都没睡好觉。这样就挺好，幸福妹子做事就是有数，到底上过学的人还是不一样。赶紧吃饭啊！我从侧面了解了一下，的确有这么一回事儿。另外，那个庆来和他们签的协议呢，我也看了，确实是有那么一条，但是写的呢比较含糊，当时可能他们老王家就给忽略了。但这事儿真要是较起真儿来的话，他们还真得承担6万块钱的赔偿。这个菜贩子和城里头超市签的协议我没见着，那个赔偿的数额是菜贩子自己提出来的，有没有水分，谁也不知道。钱多少倒是小事儿，这事儿确实是有点麻烦。哎，咱俩，你看看能不能从村里边想想办法？村里出没道理呀，是不是啊？你说协议也签了，赔偿款也给了，原则上来说，这事儿就算已经了了，是不是？这会儿突然又冒出来说，村里再拿这笔钱，这是。再说现在这个财务上，这账目都是公开的，不好解释吧？我觉得还是从集团这边想想办法吧。集团这边也是一样，这是咱们跟人家外面合作的项目啊，还没开始干呢，就莫名其妙的弄出一笔账来，这好说不好听吧，膈应人呢。要不这样，这2天忙，回头找个日子，你把有德约上，到家里来一块喝个酒，再请上2个老人，说服他先把这笔钱认下，然后以后再找机会给他补上，也让他明白，这个事儿别人都盯着呢，确实是不好办。行吧，只能这样了。这些红色的都是咱们的污水管，确实有点多。途中呢，这个地质状况有一些也比较难处理，所以可能还要再追加些资金。老刘啊，你说你长得慈眉善目的，怎么也干这种挤牙膏的事儿啊？你能不能利索一点啊？你就告诉我，就这一件事儿，一共还需要投多少钱？这个我正在让他们算出一个具体的数字。还有就是咱们订购的排污设备的品牌和型号也有一些差异。下次协调会的时候呢，我一起拿出来作为议题，请大家讨论。好，万总，你提出来的那个大门朝向的问题啊，我有个建议，待会儿咱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下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怎么事啊？这么急啊？接了个律师函，我怕是有急事，就赶着给您送来了。你去吧。哎。怎么了爸？没事没事，胸口有点堵疼。啊？不是，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去吧。不用了，回家躺会儿就好了。行，那你喝口水，一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
他跟我回去就行了。你还是在这儿，啊，跟陈总和刘用工一块儿，赶紧把工地的事情弄清楚。时间紧，咱们耽误不起工期。不知好歹，变本加厉。6个字啊，棚拆掉，地推平，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吧。来这么多人，说拆就拆嘛。把那板凳给我搬来。都准备好了就开始给我拆啊！哎，好，好，来，听我号令，预备，推！怎么回事？全给人家推了的大。对，推了。你得猜，都是那个怪。这招呼也不打就开始推了。这个太不像话了。小叔，啥事儿啊？有人推你们家地呢。什么啊？我刚回来还没事啊。大铲车把你们家大棚子掀了。大铲车？青来，青来！怎么了，妈？有人刨咱家地了。刨咱家地？啊！还在停着！哎呀！有他！爸，哥，爸怎么样了？哎，哟，家属都在呢。哎呦，大夫咋样了？不严重，跟我估计的差不多，就是急火攻心，吊几瓶水，休息休息就没事了。还有啊，这几天啊，别再让他着急了。
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没事。我的菜啊！哎呀，说没就没了，他们也太不讲理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说退就退了。他们就是故意的，我跟你们说。他们得赔，他们得赔，别着急，得让他们赔。别着急，你先休息，别急，你先休息啊。让他们赔。啊，你睡会儿，休息会儿啊。哎，星宇，你们家这边的风景真好，我以前都没来过。我上次离开家的时候还发誓再也不回来了。啊？为什么？这不是你的家吗？你不懂，农村孩子，尤其是出去上过学的，谁不想留在城市里啊？这个我能理解，但是也不至于说发誓再也不回来了呀。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过去的陋习，还有一些落后的观念吧，很难忍受。哎，师兄，你知道吗？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农村孩子跟城市孩子的心态真的特别不一样。就城里的孩子，他们不管是考得不好了，还是手里没钱了，也挺从容的。可我就不一样，好像每天都过得很紧张，很有压力。总觉得好像不能浪费任何一点时间，浪费任何一个机会。你这么努力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其实你也可以从容一点啊。希望吧。你们就为这事儿回来的？对啊，哎，我姐婆家他们那村书记实在是太欺负人了，所以委托关律师过来帮他们调解一下。啊，那妈给你们做点饭去。啊，关律师，喝点水，你先坐啊。那个阿姨不用忙了，我们坐一会儿就走了。那哪行啊，都到家里来了，吃了再走。对，吃一口吧，我妈手艺可好了。新月，快来，你告诉妈做点什么好，快来。妈，我也不知道关师兄想吃点啥呀，你坐，师兄。那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我能帮你啥呀，妈？你这丫头，咋了？关律师是城里人，他不懂村里的事儿，你也不懂啊。你说你姐家跟村里打官司，你找个外人过来干嘛呀？别那么严肃，别那么紧张嘛。不是，我姐要有办法，她也不会找我们来呀。那不实在是被欺负的没招了吗？这个倔妮子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都什么时候都这脾气，这不把这事儿越搞越大吗？不会的，妈，别担心。不行，我得给他打电话去。哎，不用了，妈，我姐一会儿就过来了，我们说好在这儿碰头的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啊，姐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说说你大肚子来回跑什么呀？没事吧？啊，我还行。你做饭了吗？喝口水。走，我现在做。啊，行，我帮你。你慢点啊。我来吧，姐，你歇着去。我们其实都说好了，等这茬菜长成了，收了之后再拆大棚。结果他们也没通知我们，就到菜地来了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他们正用铲车推大棚呢，我们拼命阻拦，最后我公公都气吐血了，这事儿才算停下来。那这么一说，这件事情的情况也有些的变化。你们的协议上说，在他们施工之前，必须要给你们留时间拆除大棚，但现在确实他们也没有提前通知你们，是吧？每回见面都是吵吵嚷嚷的，说啥了我也记不住呀，这也算什么说法吗？算不算的，法庭上再说吧。但是现在，你要和我把情况细节再说一下，这样的话呢，才能未来在我们上法庭的时候，可以争取到更大的利益。幸福啊，
你好好的日子干嘛非得跟村里打官司啊？啊，妈，我们没打官司，我们是请关律师过来调解的。对，啊，阿姨，您放心吧，现在呢是法治社会，大家都依法办事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我们现在主要啊是要解决问题。关律师，一看你就是明白人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信了。那幸福婆家的事儿就全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妈，师兄可靠谱了。这个事儿该招标还是得招标啊，别老惦记着七大姑八大。书记来了。那个最近大家都很忙啊，这个我也看了一下，业绩还都不错，叫各位中层过来呀，我想开个短会。来，万总经理，你站起来。干嘛呀？我让你站起来说话。现在开着会呢，我好歹是集团的总经理。你为什么把人家王有德家的地给推了啊？土地都是国有资产，怎么是他家的了？那还不是因为集团要建那个污水处理厂征来的地，那征地协议都签了呀。那人地面上这些东西呢？啊，那些蔬菜大棚，这是人家的私产呢。你事先通知人家了吗？你也不事先通知人家啊，说施工就进去施工了。再说了，按照这个工程的进度，我们是先建保健品厂，后建污水处理厂，你着什么急呢？我那还不是想顺便给你出个气吗？行了吧？在这要我董事长、万总经理。行，董事长、万董事长，那天去工地视察，你是不是被他俩气得血压高了啊？在家里躺了2天，他们有什么事都不敢找你，多耽误事儿啊！说到底还不是因为王有德那块地吗？那天要不是蔡良拦着我，我一把全给他铲喽，那就什么事都没了，该干嘛就干嘛，省得这种刁民总想找集团的麻烦。别一口一个刁民的，他们都是万家庄的村民，你是土匪啊！农民种点地挣点钱不容易，碰到了这种事情，他们想跟集体多要点可以理解，是吧？觉悟第一要慢慢教育。你这着急忙慌就把地给推了，东西也给人家毁了，你赔不赔给人家？我赔他个屁！我给他脸了，不听话就得认罚。谁要是不服气，让他找我来。我是集团的总经理，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我负责的。哎，你老是插手，要不然我早就把这些事全搞定了，哪有这些麻烦？你给我闭嘴！叫大家过来，就是要说这件事情，啊，在这次征地的过程当中，万总经理做的不对，我代表集团对他提出批评，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，所以给王有德家所造成的一切损失，由万总经理个人承担。蔡良，你去找下有德，让他统计个数，报上来。哎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我为集团做事儿，凭什么我个人承担啊？正是因为为集团做事儿，才不能让你以个人的意志为所欲为。那你也别什么事都你自己说了算，这不都坐着了吗？来，大家都举个手表态，来。没必要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你要是不服，你可以考虑不干这个总经理。散会吧。哎，这到底怎么说呀？不知道啊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这在家歇了2天，你是养精蓄锐了还是怎么的？刚上班就拿我开刀，你这隔3差5的拿我立个威，有意思吗？你别不知好歹啊！你看见大伙看你的眼神了吗？我这么做是在帮你。万家集团我还能管一辈子，可照你这么干，万家集团早晚毁到你手里。今天我一到公司才知道，你把人家的地给推了，王有德都气吐血了。你说你这么干事，谁能服你？啊，就算表面上服了，心里也不会服啊。爱服不服，听话就行。那是真听话吗？啊，表面上什么都答应你，背后里跟你捣蛋。当多大的官儿，得有多大的心胸。错了就得认，错不怕，改就行啊。这个事我站着理呢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还不是为了集团的利益着想吗？我也是为了工作。站着理也得讲工作方法，你不能动不动就跟村民动硬了，谁不服你就收拾谁，这还了得？你拿自己当土皇上了？行了，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知道了。但是，我把丑话给你搁前头啊，
你要回头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损害我的威信，你别怪我搂不住火，我回头顶着你高血压下不来台，你别说我不孝顺。你敢？哟，我敢不敢反了你了还？我还都是。万总，何幸福来了。哎，书记您在哪？幸福妹妹，这谁啊？这是关律师。你好，我叫关涛，我是易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我们接受王庆来家的委托，全权代理他们家和村里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相关纠纷，以及和你个人的纠纷。今天我们来呢，主要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意见，看看这2件事情我们怎么处理。我们万家庄的事情自己能够解决，不麻烦你了，就回吧。恐怕这个您说了不算。我们跟王家已经达成了共识，我现在就是代表王家跟您商讨的。行个何幸福，老王家有了你，算是长了行市了。又是你的主意吧？我公婆都同意。听见了吗？刚才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？你还让我跟他们好好说，人家把咱们给告了啊！谢谢你啊，何幸福，你就得让他知道什么叫世态炎凉、世风日下，告得特别好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这是我们的合理要求，村里要是不答应，就不能撕毁我们的合同，收回我们的地。现在大棚和菜都毁了一半，这些事儿都得解决吧？是啊，是要解决呀。我为什么推你们家地啊？我们就得解决吧。什么叫撕毁合同啊？谁签了协议出尔反尔？谁呀？谁出尔反尔啊？就算是补偿，我们也都还亏着呢。村里要盖厂房，要征地，我们都尽量配合。那现在大棚和菜地又被毁了大半，这损失可就更大了。书记，这让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你可太有意思了！你以后怎么过？你问我们啊？你爱怎么过怎么过？怎么着？那什么事儿都找集团，集团是欠你们的呀？地就是你们推的，你还来劲儿你？你看你就来气！你现在怀着孕呢是不是？你可不能生气啊！那你要真动了胎气，你到时候也赖集团，集团可担不起责任啊！行了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啊！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通过司法解决了。再这么吵下去呢，也说不清楚。万家集团应该有自己的法务吧？如果方便的话，麻烦能不能请你们的律师过来，我跟他谈。这件事情从头至尾我都清楚，律师来了，我还得跟他再解释一遍。再说了，他来了也得听我的，这就是我说了算。那好吧，那就按照前2天我发的律师函那样说的，再加上万家集团因为施工对王家蔬菜大棚以及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害，如果你们愿意赔偿的话，我们可以私下解决。这样的话，也不用升级矛盾。我一直认为，我们万家庄的事情好说好商量，都能解决。老王家非要打官司，还把你给搅和了进来。好啊，那就打！我万善堂就是这个脾气，好说好商量，怎么都好办，跟我来硬的，我等着。全家松开。好嘞，先生，我觉得在法律面前，我们还是要慎重一点。行了，慎重什么呀？你说你一个当律师的，不好好做做功课，你都不知道老万什么脾气，你上来就跟他商量，商量什么呀？送客了，走吧。哎，你们爱上哪个上哪个，先让法院递传票。怎么样？没谈拢。先回家再说吧。真的是想不到啊，这么大一个万家集团的董事长竟然不太懂法。我跟他说，我跟他们的法务对接一下，他也不配合，真的是不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那么大规模的。那这么说，律师做中间人，也没谈拢。他就不跟你好好谈，人家说了打官司随便，就直接给我们推出来了。哎呦，这咋办呢？这
那还能咋办呀？跟他们讲理，他们不讲，咱们就跟他讲法呗。反正关律师说了，在法律上面咱们完全占理儿。现在看来，要想不被欺负，咱就只能跟他们打官司了。没别的路走了？哪还有路呀？都走了，行不通啊！地也推了，钱也不补。李公安也跟他们说去了，也没用。您和庆来都还进医院了，大家都是人，凭啥呀？少说两句啊！我咋不能说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就等着被欺负呀？关律师，你说呢？我们是律师，不能挑诉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你们把打官司这个事儿啊看得太严重了。咱们的国家现在呢，提倡依法治国，未来呢，人们的法律意识会不断的增强，以后靠法律来解决问题，会是个很普遍的现象。这个官司如果要打呢，那咱们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啊，就要注意方式和方法，合理的提出诉求。那如果不打这个官司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去跟他们协调。只不过，根据今天的情况来看呢，恐怕会有难度。但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啊，这都需要你们全家统一一下思想和意见。要不，你们再商量一下，明天我们再过来。真的是想不到啊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这农村里头，上至领导，下至百姓，法治观念还这么落后。哎，心远，你不是说总找不着案子吗？哎，你看啊，你是农村来的，对农村的情况呢比较了解。要不然干脆我们发展发展农村的法律业务，好不好？别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自己刚才也说了吗？这法治观念很落后，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，对牛弹琴，白费劲。这才是我们律师存在的价值啊！我是觉得吧，一个国家要推进法治进步，那光是城市进步那不行，还得是农村进步。真正的做到用法律取代人情，那法治才有前途啊！你还想改造农村？那为什么不呢？律师的担当，不也包括了推进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吗？但这个太难了。是不容易。要容易的话，还要我们干嘛呀？你看看我们律所韩律师他们那帮人，说心里话啊，他们刚入行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也是满腔热血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要把律师干成了生意。等我到他们那个时候，我肯定不会这样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说的特别对。心月，刚才在万家集团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上去啊？你还说你不舒服，你这是借口吧？就我觉得我跟我姐这个关系吧，就怕他们在借题发挥，闹误会什么的。那是熟人不是更好吗？那熟人打交道不是更方便一点吗？有时候啊，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熟人关系最麻烦。倒也是。爸妈，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呢提倡的是法治，国家都要依法治理，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万家庄了。我觉得这个官司呢，咱们该打就打，打赢这一回，以后万善堂做事情就会收敛一些了。哎，那咋说他也是万家庄的书记哎。妈，万善堂这种家长式的做法，迟早会被淘汰的。哎呀，孩子，你说话说的容易啊，那万书记在万家庄，那就代表政府，咱跟政府打官司，那以后咋办呢？爸，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，无非呢，我们就是换一个方法而已，谁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的。
这咱们和村里闹起来，我之后在集团咋干啊？该咋干咋干，咱是被人欺负，又不是欺负别人，怕啥？嫂子，你不懂，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我又不是一太空人，我有啥不懂的？无非就是一些势利眼冷落你、孤立你呗。这些人根本就不值得理。要是公司或者是领导是刁难你，大不了辞职就不干了。咱年纪轻轻的，到哪不是活得敞亮？哎，静芝，咱家你学问最大，这事儿你可得把稳了。放心吧，妈，关涛呢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个非常好的律师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幸运的吗？如果他们俩咱们都信不过，你觉得咱们还能信谁呢？哎，那倒也是。是吧，爸妈？你看兴致也这么说了，要不然咱们就这么定吧，上法庭。清远来坐这儿。师兄，我要不还是带你去镇上宾馆住吧，我家里条件真是不太好。哎呦，没关系的，那阿姨都忙活半天了，我要不在这儿住，那阿姨不是白辛苦了吗？就是。再说了，你姐那边明天就有信儿了，我住这儿离得近呀，方便。就是啊，那吴律师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啊。哎呦，阿姨您别这么说，这儿特别好。还有那个，我姓关。关头，瞧瞧我这记性。那关律师，那就早点休息。哎，那你也早点睡。嗯，那师兄你早点休息吧，然后有事叫我啊。应该不会有事。晚安。啊，晚安。嗯。怎么样？昨天商量出来怎么做决定了吗？关律师，昨晚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我们觉得这官司还是要打。还打。不打，不也没别的办法吗？那行，我们准备了委托代理协议，你们看一下。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们就在最后一页的甲方空白处签个字吧。我家幸福能担大事儿，明事理，他签。哦。姐，不是，我姐只是您家儿媳妇儿，她来签的话合适吗？合适，她现在是我们王家的当家的。我觉得还是姐夫签更合适一点。不折，我们王家都是女人当家。啊。对，这事来龙去脉我最清楚，我来签，签字啊。对，这儿。还有一件事啊，我听说在谈土地补偿的过程中，庆来被踢，还住了院，是吧？那倒没事啊，那个现在都正常了，都好了。庆来被踢的这个事件，我们也还是要提起诉讼，这样呢，有利于在土地赔偿的过程当中占有主动，对方呢会做出更多的让步。哎，关律师，那你的意思是可以让他们多赔钱？那就够，一块儿够。可以这么理解。哎，庆来，你看病的病历单据，包括拍的片子都还在吗？都在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还需要再签一份协议。就是关于庆来人身伤害的。这个就得是我姐夫自己签了。行。哦，是这样啊，一个案子最低的价格是2000块钱，再加上庆来的官司，2个案子加一块呢是4000块钱。你看看你们是转账呢，还是给现金啊？4000啊？对，不，你们都什么都没干呢，就先收4000块钱？那个太多了吧，钱便宜点儿。婶儿，叔，这其实整个的诉讼过程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，从时间就很长，然后再到我们要去收集证据，然后把这些材料交到法庭，再去分析对方的这个答辩思路，然后再准备最后开庭的材料，所以其实这已经是最低收费了。我们如果是在城里的话，一般这个费用，如果我们所来打这种财产类的案子，都是要按诉讼标的额的比例来收费的。
关律师说的真的已经是最省钱的方法了。妈，打官司咋能不花钱呢？你想想，是这4000块钱多，还是那几万块钱多？桂枝，你出来一下。他们这都是专门来挣熟人钱的，咱不用他，找一个不会挣钱来的。不会挣钱，人家为啥？还怕他不挣咱钱呢？挣了钱给咱办事儿啊！再说，幸福他妹子也在，他能不帮他？就用他们。关律师，咱们乡下人打官司是大事儿，您别笑啊。我没事的，当律师的，主要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。关律师啊，太辛苦了，感谢谢谢。就这钱的事儿，我们农村人钱都不放屋里头，都放信用社，还是个死期，也快到日子了，到日子再给你，可行啊？哎，那要不嘛？哎，那个幸福，没关系的。阿姨啊，就照您说的办。哎呦，太谢谢了，太不好意思了，谢谢谢谢，你快坐快坐。行。姐，你说他家人咋这样？打个官司跟代理费都不情不愿的。我是你妹子，这当然没什么，可人家关律师凭啥呀？关律师，对不住啊，我公公婆婆他们对于钱还是比较谨慎，但是您放心，该给您的我们一定会给，不会让你们为难的。没事儿，钱都是小事儿，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还没有下决心呢。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这个案子进入到诉讼程序的时候，万一当事人反悔变卦，那就会比较复杂。我的建议是呢，你们最好再统一一下意见。现在这个案子如果不打的话，也还来得及。那这哪能不打呀？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不打也不成了呀。行，那我们会努力的。你回去吧，我们走了。行，走了。关律师，你们慢走啊。好。来。喂，你好。有2个案子我们想立案，谢谢。好。你这2个案子，按照涉及财产金额来算的话，第一个案子的诉讼费是4100元，人身伤害这个案子诉讼费是50元。哎呀，真是。哎，你看你这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哎呀呀，毛毛躁躁的，咋了？你说我这心里怎么这么别扭呢？啊，这官司还没打呢，钱还没要回来呢，这怎么又要贴4000块钱呢？我心里越琢磨越不舒服。爸，您要是想不通，不想打了，咱就不打了，也没人勉强咱们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官司不打，那钱要不回来呀。那您可想好了，现在说不打还来得及，那回头官司打起来，那再撤就麻烦了。我就觉得吧，太贵了。原本咱们只打1个官司，是不是？这关律师又撺掇着再打1个，近来这官司是关律师提出来要打的，这干嘛让我们掏钱呢？那怎么说是人家要打呢？人家打也是为了咱呀。那关律师不是说了，2个官司一起打，是有利于赔偿金数目的协商。问题是官司打输了呢，是不是还得再赔2000块钱？那青来，这事你是当事人，要不你拿个主意，省得你爸这老犯病在这儿。我无所谓，我现在也不疼了，也好的差不多了。要不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呗。你得拿个主意啊，这是你的事儿，你得表个态。我是觉得，因为这个事情把这个万书记告了，
以后再跟他见面，他会不会生气？他说的对，土地的事儿，咱是跟集团打，是公事儿。要是庆来把万书记给告了，这就结了私仇了，咱不能这么干。怎么说，我跟万书记这都几10年了，是不是？都是老伙计了。幸福啊，你给关律师打个电话，就说庆来这官司，我们不打了。那另一个官司还打吗？那个得打，那个肯定得打。那行，那我去跟关律师说。哎，幸福，待会儿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给关律师说一声，庆来的官司我们不打了，那我们只欠他2000块钱。啊，行，那我打电话跟他说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兄，都没收着代理费，还让你在这代交诉讼费。帮当事人暂时垫付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哎喂，幸福，关律师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们在立案呢。哦，那个庆来的案子不起诉了。啊？什么？你们确定吗？对，我们确定不告了。那行，那我尊重你们的意见，那我就撤了啊。行，那就这样。撤了，不告了？你姐说，你姐夫那个案子，他们决定不打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那个我们钱交多了，就是第2个那个人身伤害的案子，我们不打了。啊？不打了？哟，可是我已经把资料输入到电脑里了。你们诉讼费交了，就正式立案了。如果你们不打的话，那只有做撤诉处理了，那这钱就不能退你们了。那就这样吧。啊，那你们收据拿了吗？哦，这边。啊，谢谢。没事。谢谢啊。好，不用谢。谢谢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什么事啊？刚才法院送来一张传票。什么？咱们和王家那块地的官司要开庭了，所以啊，你作为这个集团的法定代表人，需要出庭了。可真成了被告了。看见了吧？啊，我爸拼死拼活为万家庄拼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把自己拼成被告了。不用理他，告诉我忙，去不了。他王家有本事，就让法院来拘我。哎，万书记，我觉得吧，这件事儿还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呐。你看有没有必要咱们先跟县里的领导打个招呼？毕竟咱也是为了万家庄的发展和集体的利益嘛。让领导先过问一下，有备无患嘛。没有必要。我就不信我们能输。我们要真输了，我这个书记还真不干了。毕竟是上法庭，反正呢，村委会和集团都得有人出席，要不然我和传家去。行，那就你们俩去吧，听听法官怎么说。哦，把那个胡律师也叫上，别一天到晚就知道挣钱，什么也干不成。进。大家，你找我啊？坐。就还是老王家那块地的事儿，他们把咱给告了，听说了吧？我知道啊。有把握吗？这官司啊，十有八九咱们得输。什么？凭什么呀？他们家征地补偿协议都签了，明明是他们无理取闹。上了法庭了，跟村子里边咱们集团不一样了，那有个程序呢，不是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是吧？得讲法律，是吧？看证据的。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啊，反正就是我现在的工期耽误不得。那简单呀，那花钱消灾呗，没多少钱，给他们就完了。放你的屁！我没给钱吗？我给了2回了，是他们没完没了的。啊，怎么着？什么事儿都让我花钱解决？我要你干嘛使的呀？要钱不给，你是律师，这事儿你想办法。不是，我又不是法官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老胡，你那律师证是自己考的吗？啊，不是你这平时吃喝玩乐你挺勤快，
怎么说到出庭打官司，你能不想去呢？啊？我就2点要求：第一，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了；第二，我的工期绝对不能耽误。这事儿你能办就办，不能办就滚蛋。行，你生啥气呀？我这儿倒有个办法。凡事啊，咱们得逆向思维。咱们可以把生米煮成熟饭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。别那么多废话，只给。原告、被告，你们的情况呢？法庭已经了解了。现在法庭再次主持协调，请问双方是否有协调意愿？我要是为协调，我就不上这儿来了啊！征地是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，他们就应该舍小家为大家。凭啥呀？你说舍小家就舍小家，那是我家，你咋不舍你家呢？沈班长，我们曾经经历了要求个体为了集体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，现在社会在发展，我们的党和政府都越来越注意保障个人权利，所以在2002年通过，并在2003年实施了农村土地承包法，这是为了维护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所以呢，被告的说法，原告无法接受。你们不接受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收地这事儿啊，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啊，他们协议都签了，钱都给了，还给了不止1次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搞来搞去就搞到这儿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早知道今天，那当时早干嘛了？会上没答应啊？我们后来已经改了呀，并且已经告诉你们了，就是因为老蔡那6万块钱的事儿，而且他们还把我们土地给损坏了，这钱你们得赔。你们要是不赔，这地我们就不出让了，我们就该种菜种菜。你们爱上哪儿盖房子去，上哪儿盖房子去。哎，你们强征地，你们还有理了？法官，你早就该敲他啊！你听见了吧？他自己说的是后来又改了，是因为那6万块钱的事儿，对吧？一次次的要钱，一次次的要钱，没完没了的，这叫欲壑难填，知道吗？欲壑难填，我他妈越说越生气。哎，就他们老王家在万家庄，万家人对他们家怎么样，大家心里都清楚吧？怎么着这白米干饭还养出狼来了？就对这种没有契约精神的人，咱们还跟他们闲扯什么呀？法官，我非常非常的理解你。大家都挺忙的啊，你就该怎么判怎么判，想怎么判怎么判，判。我们有理，反正该怎么判怎么判。刑罚，法官没问你，你不要说话。哦。我方提醒法庭注意，被告既不提出证据，也不郑重辩论，还言出不逊。这表现了被告方这货是哪儿来的？对法庭的蔑视以及对法官的不尊重。被告方的这种态度，应该在裁决中予以考虑。法官同志，村里为建厂征王家的地也是迫不得已，原因给大家解释过了，而且也做了相应的补偿。关于他们说的6万块钱的事，理由并不充分，我方并不认同。其次，他们提到的施工毁掉大棚的事儿，因为集团一再口头告知他们尽快清除地上物，他们拒不执行。我方认为责任也在原告方，希望王家以全体村民的利益为主，支持村里的工作。如果王家执意坚持自己的主张，那就只能请法庭判了。听见了啊！这叫律师啊，说话有理有据的。那人说话都不张嘴，还当律师的，太逗了。法官，赶紧判！判就判，我们有理，我们怕谁啊？地进来呀！快！咱家的地没了！怎么了？进来，快！咱家的地没了！你快去进来！你干什么的呀？地没了！这是我爸妈。那个法官，怎么了啊？法官大人，你得给我！咋的了吗？这到底怎么了？法警，先带出去，先带出去。这怎么来啊？先带出去。快去吧。法官，
这原告都走了，咱还聊吗？休庭吧。爸，你赶快去看看。不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地没了，地让他们给毁了。怎么毁了呀？推土机、铲土机都到了，都给铲了。但我的菜，我种的菜呢？哎，你的菜呢？地都没了，哪有你的菜呀？挖了这么大一坑啊，都开始打地基了，快去看看吧。那法庭还没判呢，他凭啥铲咱家地呀？我去找他们去。哎，幸福，现在休庭嘛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对咱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家，相信我，我来处理。关律师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星月，走，我们去现场看看。哦，先回去啊。嗯。老李，下班了还不撤啊？好，马上走。我先走了啊。好嘞。来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啊。我可不缺别人惦记。坐。你看看你，你想我准备好事儿啊？公安警惕性又来了啊，没劲。准是为万家庄那个案子来的吧？一猜就中，找对人了。怎么了？我听说庭上挺热闹啊。你少在这说风凉话啊！哎呀，这没办法，农村就是这样。这公检法本来就得事无巨细，只要能把事儿解决了就行了。哎，我这回找你来啊，我是希望你能帮忙在中间做工作。你看这个万家庄，本来就是你的辖区，那万善堂也是你这么多年的老交情了，这事儿你去合适。这回啊，估计你失算了。那工作呀，我都去做了，可不管用啊！要不这事儿能闹到你那儿吗？就为了这，善堂跟我好大的不愉快。这多少天了，也不招呼我。要我说呢，公事公办吧，这该咋办咋办，这大家都省心了啊！你当我不想啊？这案子看起来简单，真闹到这一步了，真不好办了。最好是双方能达成和解。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不干我事儿了，我该下班了啊！这是，得了，下班了，说走就走啊？那下班了不走啊？那吃个饭行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不吃，不吃饭，不吃饭，不吃饭。今天必须得吃，必须。我请你，你必须。哎呀，不吃饭。您的菜齐了。谢谢。说好了，咱俩今天 AA 制啊。干嘛呀？请你吃个饭有不犯纪律啊？不，AA 啊，省得我吃你嘴短。这案子其实本身并不复杂，按道理来说呢，双方都有理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他把人家地给人家推了，菜也给人家毁了，而且动工之前也没通知人家。结果现在搞得王家不接受条件了。要说硬按法律来判吧，也不是不能判，但是很有可能双方对结果都不满意，还因此两家结了仇了。你说这也不是咱工作的目的，对吧？叔叔阿姨啊，你们放心，村里越是这样呢，我们胜诉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可是我们那个大棚都给推了呀，那全都是我们的东西啊。地不说了，那全都是钱啊，我以后得花钱买这些东西。刚才我跟幸运呢已经拍照取证了，谁犯的错误就一定要付出代价，我们会争取帮您把所有的损失都要回来。真的。谢谢你，要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们就请对人了，是吧？关律师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我们已经上了法庭了，这正商量着呢，他们干嘛还要这么做？我估计呢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他们想要造成既定事实，因为双方呢已经产生了争执，我们在立案诉讼的请求当中，按照你的意思呢，加入了
判令被告必须马上停止收回原告承包土地、承包经营权的行为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土地诉讼官司啊，耗时会比较长，可能他们的工地在施工的时候呢，又受到了干扰。那即使是这样，他们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，一定要付出代价。那我们这个官司能打赢？现在呢，只能说我们更有希望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去跟主审法官好好的聊一下。谢谢。哎，李公安好。好。上次推地的事儿不是停下来了吗？谁让你又派施工队进去的？这么个影响有多坏，你知道吗？这人家就得说我们集团仗势欺人，强拆。这事儿你还真怪不着我，你是想把什么事都码圆了，让人都说你好，好书记、好领导、好董事长、好爹，可你这些搁一块儿，他就实现不了。咱们现在项目推进的多快啊！这事儿一旦闹上了法庭，麻烦事儿多，周期又长。法庭要再万一给咱们一点不利的判决，那这块地咱就收不回来了。那咱上哪儿再找一块地去建那么个污水厂啊？啊？那你说，你真到那个时候，集团损失就更大了。小梁，啊，这事你也知道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行了，你别你的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爸，这叫既定事实。万家集团这么做就是想要造成既定事实，他们这是无视法律的尊严。找你们二位过来呢，其实就是想着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做一做王家的工作，说服原告让步。凭什么呀？被告违法让原告让步，法官同志，你还敢自称是法律人吗？我当然敢啊！我为什么不敢啊？而且我问心无愧啊！关涛，咱们都是法律人，而且我们更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法律人，我们肩负的是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责任。你先别着急啊！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。现在，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，对于这个案子，我们也是格外的重视，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个实际情况摆在我们面前，法院没法判。你说要拆除他们已经在建的这个污水厂啊，别看就是那么一块小小的菜地，那直接影响到的是市里的重点项目保健品厂、万家集团的转型。往大了一点说，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市里乃至省里的经济建设。但是被告也太有恃无恐了吧？那法律的尊严不用维护了？这当然要维护，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你甭管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工了，保健品厂、污水厂，是不是必须要建？这是关乎到万家庄全体村民的大事，这事咱也得考虑。这样一来呢，法院起码不会判让那块土地恢复原样了，因为那样的成本跟代价就更大了，是不是？再者说，咱手里好歹有一份征地协议，这么干不算一点道理都没有啊！你现在不就是那大棚跟地里的东西吗？赔就是了，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啊？是钱的事吗？这是你给他出的主意啊？我这也是为集团的利益着想啊！为集团利益着想，也不能不顾影响，胆大妄为。你说胡律师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你怎么就给川家出这种馊主意？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自己跟没脑子似的。对付这种得寸进尺的人，就不能给他们好脸。我一开始听你的了，我跟他们好好说了，结果呢，把咱给告了。那怎么着？要一次钱给一次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咱们集团以后再需要村里配合干点什么事，谁配合你啊？都来这一套，就得给他们点厉害瞧瞧。行，都出去。
那这个事儿，我再想想。行。吴法官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你接着说。关涛，你也是法律人，你也应该明白，有的时候吧，妥协也是一门法律的艺术。的确，就这个案子，从法律条文上来讲，是非非常鲜明，很容易。但是你法律条文，你也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的现状吧？那吴法官，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地方经济的建设，我们不能阻止，但是人民的权益，我们也必须要维护。我是想着，能不能就目前的情况，我们从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来进行协商，最好是能达成一致。好，协商我没意见。但是开庭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总要论个是非曲直吧？法律不能助长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吧？是非曲直固然很重要，但是解决问题才是咱们要做的，你说呢？进来。哎呦，我兄弟来了！来，敲什么门呐？哎，想坐哪儿？行，坐吧。看看，2天见不着我就想我了吧？我还真不是想你，我是来求你的。谢，拉倒吧，咱俩啊用不着说这个字儿啊。要是你个人的事情，怎么都好办；其他的事情，您免开尊口。老李啊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不就是为了昨天把王有德家地推了的事儿来的吧？山堂，你说王家过去在村里挨欺负，一直是你护着他们，这回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说你收了人家的地，踢了人家的人，还不给人家赔偿，现在没等判，就把人家地给推了，你这是往死路上逼人家呀！谁让他们招呼也不打就找律师告集体？我要不压他们的念头，那别人跟着起哄，我怎么办？他们家有特殊情况，谁的情况不特殊？不是，那你也应该好好跟人家说呀！你强推人家的地干嘛呀？对，这件事情啊，传家他们做的确实是不对。刚才我也把他们都给骂了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传家兴起，这是为了集体利益，集体发展好了，整个万家庄都受益，包括他老王家啊！我这给他点教训也没什么。那现在咋办？你就不打算管了？那倒不至于，那我还真成了土匪了。是这样，他们家的损失，集团负责赔偿，同时，他们与经销商的6万块钱我也认了，然后我再想办法从集体的土地上找一块地补偿他。但是有个前提，他们不能再阻碍施工。你看，我就跟他们说，这个万董事长呢，人霸道点儿，但是他是个讲理的人，他不会胡来的。你看，这吴法官呢，还担心没法跟你沟通，我觉得他多虑了。他一点都不多虑，他来了我都不见他，我有律师。这也就是你来了啊，我不能拿我兄弟的事不当回事吧？那这么着，他们能满意吗？那你都这么爽快了，他们肯定没问题啊。那我有个问题，这件事情啊，是双方商量协商解决，对吧？公平协商，我可不能当被告。人家告的是集团，不是你个人。一样，咱这个项目是集团发展的重要项目，也是市县的明星项目，不能一开头就背上这样的名声。他们先撤诉，我再安排。行，就这么定啊！哎，等会儿，上回生气了没拿这茶叶，我给你拿上。哎呀，算了，别，我这搁哪儿去了？那行，回头再给你吧。来，我送送你。等会儿，
一会儿再聊聊。我觉得单堂说的是可信的。一开始咱们不就是为点钱吗？现在问题解决了，也就没事儿了，对吧？李叔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那是因为我们要告他们，所以他们才好好来谈的。那之前他们推三阻四的，要不是为这，庆来也不至于受伤，我公公也不至于吐血。反正现在也已经开庭了，那不如就拿到法庭上，当着法官的面一块儿说。那咱们这私底下说悄悄话，那回头我们撤诉了，他们不认了，咋办？我们跟吴法官谈着呢，怎么突然叫我们回来了？李公安也是吴法官请来的。坐。坐。李警官，这个案子呢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了，都已经开庭了，您就不需要再来劝幸福他们了。年轻人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法律啊，绝对是个好东西，可是，在咱们农村呢，可不是用法律这把尺子量一量就能量出长短来的。如果您不是一个警察，您说这样的话我能理解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您也是搞法律的，在明知道我的当事人已经委托了律师的情况下，您再私下来找他们，这不合适。方律师啊，咱们俩没关系，我只和有德一家有关系。啊，那这样，有德大哥，单堂的意思，我也跟你说了，啊，这律师也在这儿，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你怎么选？你当着他的面你说，啊，你自己说。爸，咱们家可下了多大决心才走到这一步的？你可想好了？关律师，要不这么着吧，这事儿啊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关律师，那要是我们撤诉的话，那之前村里做的那些事儿，那还有个对错的评判吗？要是撤诉了，那就是私下和解，那就没有对错了。幸福，既然这个万书记都答应了，该赔的都赔，那我们也没啥损失了。那我们还告啥呀？就这样吧。你看咱农村人过日子，前想几步后想几步，法官也同意了，万书记也同意了。你看人家李公安，跑来跑去，他太累着你了，就按李公安的来吧。不是，妈，咱们要是真撤诉了，那村里不会认为他有错，那反而没准就更觉得咱们真是拿地讹他们了，这事儿不对呀。错了不是在嘴上，书记已经答应了，要给咱们赔偿，这就说明咱们是对的，村里是错的。是，咱们一开始确实是想要个赔偿，但咱们也想要争一口气，得有个对错吧？那这事儿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了了？关律师，你觉得呢？我是律师，我希望我的委托人满意。如果你们都决定要撤诉，我们还要再帮你们做一个和解协议。就这样吧，那个，就这样，皆大欢喜。哎，关律师，这事儿我真觉得
对不住了。没事儿，挺正常的。只不过是通过诉讼解决的话，也许能够为你们争取更多利益。关律师啊，这村里的事儿啊，和你们城里也真是不一样。这小门小户的过日子，不吃亏就得了，占便宜不是啥好事。这怎么能叫占便宜呢？这是通过法律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。您干了这么多年公安了，怎么能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嗨，法无外乎情嘛，这乡里乡亲的，还是有情有义，更好相处一些啊，是吧？行了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也许你人生残破，也许失望让你沉默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倔强的活。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？也许理想已斑驳，也许命运略显坎坷，还要勇敢地走，继续坚强地活。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？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。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，不离深渊，怎知地之厚？别人说用全力拼搏，就算命运注定曲折，我绝不退缩。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，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。